神法。萧炎对于神法很少了解他的信息，但是从恶魔的这些躯干被封印来看，都是所谓的神法封印。难道这神法的力量更加的高级？看着萧炎那不了解神法的疑惑表情，粉老也是稍微解释起关于神法的信息。在大咒中，功法、斗技以及神技之外，还有神法，而这个神法的等级是大咒的最高之法，那威力可是足以撼动大道以及造化的存在。而之前我所施展的诸天印正是最高之法，无上神法。什么？无上神法？闻言，萧炎的表情立马一变。他目前只知道在神技等级中有小神技、大神技、绝世神技、造化神技，可现在听了粉老这一说法，在造化之上，难道就是这所谓的无上神法？没想到这大咒中还有这么多萧炎都不知道的信息。不过这也不怪他，毕竟在如今的大咒中能够施展神法的恐怕几乎极其罕见了。虽然粉老可以施展无上神法的诸天印，但是这印法只是第一形态，根本无法发挥出印法的全部力量，所以以目前粉老的实力，也只能施展出第一形态的诸天印。他其实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战胜这大地之角，只能是缓解眼前的局面。萧炎也是暂时收起了对无上神法的震撼之色，眼前的事情才是他首要解决的。粉老，那么接下来就靠你了。一道将所有希望都托付给粉老的声音自焚诀空间中响起，而粉老的面色也逐渐的变得严肃起来。面对这恶魔的驱赶，即便是粉老也不敢有对其轻视之心，这可是连千万载之前那传说中的五位无上都要拼尽一切才将其彻底解体封印的恶魔。紧接着一股奇特的金色气息在萧炎的体内隐隐的散发，随着金色气息的弥漫，那大地之角立马有了察觉，魔音扩散，带着有些吃惊之色，阴沉道：这股气息有点熟悉呀。而随着粉老气息的外放，大地之角上的扭曲魔脸变得更加的扭曲，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令他极其熟悉的那股力量。虽然时间过了有千万载之久，可是这一道力量，他仿佛看历历在目。萧炎的身上金光弥漫，一瞬间就将自己的身躯笼罩，然后这金光宛如是一位老者的模样，散发出极其神圣的气息。萧兄、灵动和沐尘二人见状也是感到吃惊，这一股力量竟是有着超越半道神的姿态，这也有点太可怕了吧。而也就在此时，灵动的体内一道声音缓缓传出：这股力量，他身上竟然有无上神法。灵动身躯一颤，因为刚刚在他体内出生的正是此前被自己集齐10道祖符激活的祖符之灵。他见到这股力量时也是大惊失色。祖符之灵，萧炎的这股力量你知道？灵动同样非常的好奇，萧炎身上怎么还存在这股可怕的力量？你的这位小兄弟身上应该也有着无上传承，恐怕实力和天赋并不会弱于你，而且他的步伐似乎比你的还要快一些，但是只要你将祖符升级为神符，那么恐怕会比你这位小兄弟更快的提升自身实力，走在他的面前了。祖符之灵淡淡的说道：神符吗？对于神符的力量，也就是祖符的真正原身，灵动有着十分的渴望，所以在提升祖符为神符的前提，就是要将祖石蜕变成祖神石。与此同时，不远处的圣花殿殿主以及神元宫等其他的神奇强者都是望着萧炎身上发生的变化，个个脸上都静止了一般，他们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特别是圣花殿殿主和神元宫的那2位主母，他们本以为事情变得无法逆转的局面，此刻竟然有了反转，这简直有些令人无法想象。而且萧炎的这一道力量充满着无尽的神圣，并且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已经超越了半道神的力量，同样已经达到了堪比大道的力量。但是这股力量可不属于萧炎，而是焚诀空间中的粉老。大地之角的扭曲魔脸看不出任何的情绪，不过他显然也被萧炎所施展出来的这股力量有所一惊。但是面对萧炎的这股力量，大地之角并没有产生惧意，他只是吃惊，这股力量竟然在自己破风的这一刻再一次的遇见了。不管你这是什么力量，在本大地的面前，一切都是无力的抵抗罢了。一道声音从大地之角中传出，紧接着一道道暗黑毁灭的气息直接自大地之角上爆发，一股能够震踏毁灭一切万物暗黑力量也是在这一刻彻底的爆发，对准萧炎的方位便是踏空而去。一股毁灭的暗黑气息自萧炎的上空浮现，只见刚刚还在远处的大地之角竟然已经出现在了萧炎的上空，然后直接对着萧炎狠狠的猛踏而下，空间瞬间一层层的被踏碎，宛如玻璃碎裂一般。那画面极其的震撼，面对着如此恐怖毁灭的暗黑攻势，萧炎身上的那一道金光身影再一次爆发出神圣冲击，周围空气开始变得灼热，金色的光芒从那金色身影上逐渐蔓延开来，宛如烈日当空，照亮了整个被诡异黑气所笼罩的万界圣子之地。金色身影的脸庞被金光映照的庄严而神圣，他的眼神坚定，仿佛已经看透了生死轮回。同时来自整个大宙的玄奥金光如同是被召唤而来，疯狂地从四面八方开始汇聚。这些玄奥金光此刻在萧炎身后汇聚成一道道炙热的光束，犹如无数道小型太阳环绕着粉老旋转，最后这些无数道小型太阳形成一道无比耀眼的神之光环。无上神法诸天印，7个字，充满神秘力量的字，仿佛能撕裂苍穹，震撼9天。神之光环爆发出的玄奥金光
如狂潮般汹涌而至，将萧炎和那金色身影整个吞没。那浩瀚的金光如同受到召唤，纷纷涌向萧炎身躯，瞬间将他包围起来。而那金色的身影在这片金光中渐行渐远，最终完全没入了那耀眼玄奥的神之光环中。在金光的中心，一只金色手掌缓缓升起，化作一个巨大神之手印。它凝聚了印法第一形态的力量。当这个巨大神之手印最终定格在空中时，一股前所未有的神圣威压笼罩了这片空间，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不前了。一切归于沉寂神之手印的一道耀眼光芒，划破了永恒的寂静，如同从混沌初开便存在的神秘力量，缓缓浮现于虚空之中。它不需言语，仅仅其存在本身便是对这个世界无上智慧的昭示。这股力量既玄奥又深邃，仿佛包含了大宙间所有的秘密。它每一次闪烁出的玄奥神光，都在诉说着这世界的奇妙。当朱天印的光辉逐渐凝聚成实质后，周围的空间以及时空似乎都开始剧烈的颤抖，仿佛随时都可能被这股力量所撕裂，穿透玄奥神光之中。朱天印似有生命，它伸展旋转，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蕴藏着毁灭的力量。朱天印周围的暗能量开始激烈的波动，朱天印的光辉如同璀璨星河般绽放，那是超越了常理的光华。它不仅仅照亮了四周，更渗透进了每一个万物物质的内心。诸天万物在这道朱天印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力，让诸天生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这股力量足以让诸天世界化为虚无，这便是朱天印的真理。朱天印在粉老的催动下，释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缓缓升腾，带着毁灭的意志，朝着那大地之角轰去。空间在朱天印的冲击下扭曲，仿佛要将这天地间的万物都卷入一场毁灭的浩劫中。然而大地之角对这铺天盖地的朱天印之威并未感到有多么的惧怕，反而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本大帝今日破风苏醒，你阻止不了本大帝，要不了多久就是你们大纣的覆灭之日。哈哈哈！这一道朱天印的威力可以击败过暗黑邪灵的那等存在，可是这大地之角竟然完全不惧这股力量，这倒是令人诧异无比。朱天印如同穿梭在时空之中的流星，它的每一次移动都伴随着空间的扭曲和崩裂，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间的规则摧毁。万物在这股力量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如尘埃般轻易被毁灭，化作虚无。最终朱天印与大地之角的毁灭诡异力量在虚空中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毁灭轰鸣声。随着碰撞的加剧，朱天印内部的能量逐渐凝聚，最终形成一颗璀璨的太阳。它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将四周的暗能量瞬间吞噬。这颗太阳似乎包含了诸天毁灭的本源，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撕裂天地间的规则，即便是大地之角的那股毁灭诡异力量，在其面前就像冰域烈火，迅速瓦解消融，并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朱天印中心的太阳光芒更加炽烈，仿佛要将一切不洁之物彻底抹除。然而在朱天印的毁灭之力冲击下，大地之角的诡异能量如遇末日审判一般，它们在强光中扭曲变形，瞬间崩溃消散。不过即便如此，大地之角也并没有一点的慌张之色浮现，这让的萧炎感到有些不安。不过朱天印的力量足以横扫一切力量的存在，不仅摧毁了大地之角上的诡异能量，更是将四周的空间都吞噬一空。整个过程充满了毁灭与新生的景象，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种宿命的轮回。朱天印的力量如同无上的审判，将旧的世界彻底摧毁，为新世界的诞生扫清道路。本以为当一切尘埃落定时，却是发生了更加令人惊悚骇然的一幕。大地之角的表明浮现出残留的诡异光泽，旋即他阴森一笑，朱天印原来是第一形态印，难道本大帝这么熟悉？不过你仅仅只是朱天印的话，恐怕对于本大帝来说没有任何的绝对优势，因为在这里可不只有我，还有灭神府的另一位来者。出来吧，底谷圣魔尊。随着大地之角的声音落下，一道笑声响彻起来，只见的暗黑之气从天际上奔涌而来，而那里顿时间出现了巨大的空间黑洞，而那空间黑洞犹如是活物一般扭曲起来，口子忽大忽小，仿佛是一张巨嘴。紧接着磅礴无尽的魔气直接从那黑洞空间中喷涌而出，甚至有着一道魔光陡然大盛，可以让众神奇强者清晰震惊下巴的看到一圈圈暗黑色的魔气光环自那空间黑洞中不断的浮现，其中的魔气也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节节攀升。短短数息，那股魔气所形成的魔威便是令得整个万界圣子之地，不对，是整个东周之地都是在剧烈的颤抖起来。天地不停地受到这股魔威的影响，似乎也发出来反抗的意志。东周之地上的无数神奇强者个个都是不敢呼吸一般，像是失去了神魂，惊呆地愣在了原地。他们的面色无比的难看，浮现了一抹凝重之色，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可怕的恐怖力量。这股力量怕已经超越了半道神，达到了堪比大道主神的领域，能够让整个东周之地的无数神奇强者都露出这样的凝重之色。恐怕刚刚在大地之角口中说的那位底谷圣魔尊的实力，他是极其的强大无比。没想到除了这恶魔之外，另外其他的魔物都已经早就来到万界圣子之地，而且还未被任何人发现，这简直有些令人感到恐惧。这恶魔似乎来了帮手了，事情变得有些出乎意料了。
冯老的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响起，而且从冯老的语气中可以听出，对于这位帮手的出现，冯老竟然也没有察觉。焚神的传承者，你的诸天印施展的还不错，不过可惜想要击败我，诸天印的力量还不够。大地之角的那双暗红色眼眸毫无波动地望着萧炎，淡淡道，而诸天印的力量也是即将到了极限。不过冯老眼神凝聚，直接将诸天印的力量化为漫天诸天玄妙之光，直接对着大地之角彻底地笼罩在其中，准备将对方脱一层皮下来。玄妙之光爆发其中的神圣的力量，形成炙热冲击，燃烧一切。一股危险的压迫感的确在这一刻让大地之角有所感应到了。不过也就在这一刻，在那玄妙之光中，一幅令人心悸的画面浮现出来，一道巨大的魔脸面具缓缓显现，其上缭绕着令人胆寒的魔威面具，如同深渊的入口，散发出摄人心魄的暗黑力量，似乎要将一切光明吞噬，仿佛是黑暗中的大君王，无形中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在这无尽的魔威之下，众神器强者的紧张转瞬间变成了深深的恐惧。他们不知道这那魔脸面具代表着什么，也不清楚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只是他们已经感觉到那魔脸面具的出现已经让他们的心脏紧缩，尽管只是模糊地感知到这一切，却能清晰地体会到那种深不见底的恐怖。空气仿佛凝固，时间停滞，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至诸天玄妙之光虽然神圣强大，可在魔脸面具出现的这一刻，所有堪比大道之法的力量仿佛都失去了颜色。因为在这道魔脸面具的中心有一颗奇怪的宝石，宝石的表面闪烁着幽幽的光芒，仿佛吞噬一切的能量，无比的诡异。刚刚还爆发出无比耀眼的玄妙之光，此刻竟是被魔脸面具给召唤到了一个诡异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任何力量，即便是大道神力，还是堪比大道的力量，都会承受不住那领域中的诡异力量。诸天玄妙之光被召唤进入这诡异的领域中后，与其中的诡异力量无形的对碰着。然而即便是诸天玄妙之光都直接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和力量，直接被其中的诡异力量所吞噬崩溃，消失在那诡异的领域中，反射出深邃而不可测的黑暗。激烈的画面也到此结束，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诸天印乃是包含了诸天毁灭的本源，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撕裂天地间的规则。然而这一次的诸天印却仿佛遇到了天然的屏障，它的光辉在诡异的领域中被诡异力量所吞没，直接成功的抵挡住了诸天印的毁灭本源之力。周围的众神奇强者目睹刚刚那震撼的一幕，面色瞬间失去了血色，他们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和震惊。萧炎已经施展出如此可怕的神法，竟然还是被对方给抵挡了下来，不然这诸天印的力量，大地之角也有一半的几率会重创。可是谁也不知道对方还有所谓的帮手，而且其实力竟然强大到如此的惊人地步，双方力量的悬殊对比，再一次的让在场的每一个神奇强者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在所有神奇强者都在震惊时，只有萧炎的瞳孔无比的紧缩，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精芒，因为他看到了一道令他熟悉又惊骇的一道模糊的魔影。那道模糊的魔影身上一股股恐怖的黑气弥漫开来，魔影如同一滴墨汁，在虚空中缓缓扩散，凝聚成形，露出了魔影的真正面目。萧炎望着那一道魔影逐渐清晰起来的脸庞，心头一紧，仿佛连呼吸都变得凝重。下一刻，他的喉咙一干涩，喃喃道：灭神副府主。哈哈哈，好眼力，不愧是焚神放传承者。那道逐渐清晰的魔影高大而威严，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圣魔之威压。他正是灭神府的副府主，之前在炼神丹大会的时候，这位灭神副府主就出现过，还与自己的九品药神师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多巨额，而且就连师傅那样的大道极限实力有些不敌的恐怖存在，今日竟然又出现在了这里。能够连灭神副府主亲自出马的，一般都是极其重要的大事情。上次从丹神塔中夺取了苍穹之心，这次的出现又是为大地之角抵挡下了诸天印的威力，这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收拾了。在这位灭神副府主的面前，萧炎感觉到自己的颜值道法都被一股诡异的力量隐隐压制，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这样的感觉还从来没有过，这让的萧炎非常的诧异。恭迎大地之角复苏。灭神副府主真容显现在这片天地间，旋即一道带着恭敬之声对着大地之角弯腰跪拜道，能够让这位灭神副府主都如此臣服而下，这大地之角的身份不禁让所有神奇强者都觉得不简单。起身吧，敌古圣魔尊。大地之角出声道，原来灭神副府主的身份是一位圣魔尊。灵动和牧尘也被眼前的灭神副府主所爆发出的力量所震慑，而且对大地之角的身份也同样感到诧异，因为他们也是对这位恶魔了解不多，之前一直被控制在天域中，成为御灵御魂，对于这恶魔的信息倒是了解的不多。此时萧炎面无表情，但内心却是波涛汹涌。灭神府的副府主亲自降临，意味着这场风波远超他的预料。他能感受到空气中的紧张与危机，仿佛下一刻就将有惊天动地的大战爆发。你就是焚神的传承者，以及丹神塔那位老不死的新徒弟。灭神副府主起身后，传出一道低沉的声音，带着极其恐怖的威压，朝着萧炎笼罩而去，空间都被这股威压震塌。
萧炎的神情一刻都不得松懈，借助着焚老的力量与灭神副府主对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萧炎作为焚神的传承者，此刻肩负着无上的责任与使命，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尽管面对的是灭神府的副府主，他并未退缩，反而挺直了腰杆，仿佛要将这份压力化作前进的动力。周围的那些神奇强者们，有的手持神器，有的身披神甲，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与不幸。灭神府的副府主，这个一直仅次于那位神秘府主的存在，如今竟然现出真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如何不让他们心生震撼？灭神副府主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锋利，他似乎能洞穿萧炎的内心，看透他的一切。然而萧炎并未逃避这道目光，反而迎上了他的视线。两人的对视如同两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碰撞，激起一阵无形的波动，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只有萧炎与灭神副府主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这一刻，萧炎与灭神副府主都在这无声的对峙中显得愈发紧张与压迫。